差点被炸飞，特朗普万斯接连遇袭。美国制裁俄罗斯，俄石油危机加剧。援乌攻俄，瑞典提供100架鹰式。兵败如山倒，25000名俄士兵当逃兵。孤注一掷，普京提前开启冬季攻势。扎波罗热停火，乌俄共建停火区。乌克兰追加国防预算开支创历史最高。美军 B-1B 抵达委内瑞拉，俄导弹威胁美舰队。精彩内容马上开始。万斯出席海军陆战队成立250周年活动时，遭遇惊魂一刻，一枚炮弹碎片直接击中他的安保车队。无独有偶，特朗普也险些遭到暗杀。这次击中万斯安保车队的凶手属于军演的炮弹碎片，碎片当场炸开，旁边的摩托车也跟着被波及。据加州公路巡警局称，炮弹碎片源自5号公路上空发射的爆炸性炸弹，这枚炸弹不老实，在空中意外引爆。事故发生后，吓得加州公路巡警立马通知海军陆战队人员取消尚未完成的实弹射击演习计划。周边地区也进行了执法清扫。好在意外发生时，万斯没有在车内，不然海军陆战队250周年庆只怕要变成某个人的纪念日了。祸不单行，特朗普也差点遇袭。据福克斯公司爆料，特朗普乘坐空军1号从佛州棕榈滩返回白宫的途中，疑似遭遇暗杀图谋。特勤局在机场附近发现了一处疑似被架高的狙击平台，正对着空军1号起降点。从现场专业设备看，以狙击枪的穿透力和精准度，如果不是特勤局及时发现，只怕特朗普凶多吉少。或许是惊魂未定，特朗普在随后宣布推迟美俄会的举办。按照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内容，美俄双方原本将在布达佩斯举办会晤，现在这个会晤已经推迟了。白宫首先表示，特朗普很失望，他认为俄罗斯在和平方面口水四溅，但行动不足。普京把饼画得很大，但真到了分饼环节，一点饼屑都不肯放出来。特朗普所有关于停战的苦口婆心都变成空谈。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总统已取消会晤计划，原因是目前会晤不会取得任何成果，但在未来某个时间，也许会晤可以重新启动。不过俄罗斯的回应却截然不同，俄罗斯外交部公布了一段俄外长拉夫罗夫采访视频，此人表示，会晤推迟怎么能怪到俄罗斯身上？特朗普在电话中邀请普京时，普京可是很赞同，甚至已经同意做筹备工作。美方说取消就取消，说推迟就推迟，所以会晤问题完全取决于发起人。拉夫罗夫一句话就将所有锅都扣在了特朗普脑袋上，只字不提俄罗斯微薄的停战诚意。不过不少人还认为，普京受到死亡威胁，或许也是取消会晤的重要原因。毕竟这次波兰对准了他的专机。据俄新社报道，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威胁称，如果普京乘坐专机前往布达佩斯与特朗普会晤，那么当他经过波兰领空的时候，就请他吃一发波兰大导弹。波兰一直以来都被称为反俄第一人，如今看来这外号一点儿也不夸张。自从俄乌战争开启后，波兰就将普京列为海牙通缉要犯，随后又拘留8名涉嫌发起破坏行动的嫌疑人，指控他们与莫斯科有关。这次公开宣称要击落他的专机，也算情理之中。当然，之所以做出这个威胁，除了本身对俄罗斯痛恨，还有防止美俄会晤顺利进行的打算。之前特朗普表现出明显偏袒俄罗斯的态度，甚至要乌克兰割让土地换取普京的和平条件。波兰不敢假设，如果布达佩斯会议顺利进行，美俄是否会直接达成一致，一起施压乌军？那么波兰的威胁是否有用？从结果看，普京确实怂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美俄会晤具体日期尚未确定，其实是庆幸时间还没确定。要是真确定了，对普京而言 ，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the question。除了波兰的威胁，美欧也向俄罗斯齐齐发难。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突然对俄发动制裁，宣布全面禁止公民跟俄罗斯2大石油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卢克石油公司及其持股超50%的关联企业开展任何交易。如果只限于美国，这条制裁还称不上最严厉。财政部特意强调，除了美国公民，其他国家个人或企业，只要跟这2家公司还存在1毛钱的贸易关系，就将马上迎来美国制裁大棒。
美国的制裁很突然，但远称不上惊讶，只能算虽迟但到。早在美俄会晤生变时，特朗普的耐心就已经被磨光，这为后续经济施压埋下伏笔。加上这条制裁意味着俄罗斯四大石油巨头都已受到美国制裁，那将对俄罗斯产生怎样具体影响？首先，切断俄石油买卖就等于直接切断支撑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的资金流，没有钱，装备得不到及时更换，对俄军打击之大无需多言。其次，美军的制裁与欧盟的制裁形成双重打压。相关媒体报道，斯洛伐克不再反对后，欧盟将公布对俄新一轮制裁方案，这次直接腰斩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生意。美欧制裁加起来，差不多帮俄罗斯经济彻底盖上最后的棺材板。与俄罗斯的窘迫不同，乌克兰正欢天喜地地迎接百架鹰式入伍。泽连斯基访问瑞典时，与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签署了一份重量级的意向书。这份意向书透露，乌克兰可能向瑞典购买最多150架鹰式战斗机。如果这笔交易达成，将成为鹰式问世以来单笔最大军购出口记录。作为瑞典王牌战机，采用推力更强的奇异 F414G 涡扇发动机，并换装全新的搜索雷达，同时搭配电站、红外线搜索追踪系统，还有10个机外五挂点，使其在4代半机身的设计下，仍能与先进的第5代逆踪战机对抗。将其投入俄乌战场，对乌克兰空军战力提升幅度之大，难以想象。据克里斯特森预估，首批鹰式能保证在2028年前交付，首架战机则在2026年初出厂。不过，火力军认为，瑞典的交付时间或许还有一定争议，因为除瑞典空军自己有60架订单，萨博集团还需要完成巴西36架和哥伦比亚24架订单，能否按时完成乌军的需求，还要再做观察。战场方向，前线俄军已经开启一场25000名士兵的大逃亡。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前几天给了一个很夸张的数据，在俄军内部正在频繁上演肖申克的救赎。在过去的9个月里，单中央军区就有超2.5万名士兵和军官主动离开部队。注意，主动离开不是主动离职，而是招呼都不打，直接跑路。跑路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士兵还在前线开着枪，队友转个身的功夫，士兵就失踪了，只留一把枪在原地罚站。还有的人干脆趁着轮休或请假的空档，直接远走天涯。当然，只是人跑路也就罢了，有的士兵本着来都来了的道理，把手里的家伙也带走了。仅是2024年到2025年这段时间，携枪而逃的案例就远超30起。之所以形成这批跑路潮，乌克兰情报部门公布了答案：第一是霸凌屡见不鲜。高层欺负底层士兵，老兵欺负新兵，几乎是家常便饭，没人管，更没人敢管。最糟心的是，士兵刚被霸凌完，准备去营地食堂吃个饭，结果端上了一盆不知道是猪饲料还是鸡饲料的食物，物资供应之差，监狱囚犯都要偷笑。就这样，士兵饿着肚子，忍受寒冷与饥饿，扛着廉价的装备奔赴战场，结局注定只能当炮灰。如果不想当炮灰怎么办？很简单，直接枪决。俄军内部报告里有一条特殊的死亡原因：未执行命令。1年执行了30多起，也就是平均每10天就1名士兵因为拒绝执行命令，被自己人拖出去枪决了。都说俄军对敌人狠，对自己更狠，看来这个自己换成自己人更合适。士兵在逃亡，普京侵略的野心却不减，甚至一意孤行发动冬季攻势。在前线战场，俄罗斯一直在发动进攻，但是盘算下来进展少得可怜。面对乌军的无人机，俄军真没一点办法。坦克旅刚到阵地就被无人机当活靶子打，只能靠人力缓慢推进。而之前的春夏攻势看似来势汹汹，说到底还是在用人墙开路，伤亡高不说，收益也少得发指。随着经济制裁2巴掌抽下来，以及频繁的士兵逃亡事件，普京知道俄罗斯等不起，也退无可退，冬季必须尽快发动攻势，而且是提前发动。美军情报报告透露，俄军正在集结30个营级战术群，目的明显为冬季战斗来。每个营级战术群配备10辆坦克、40辆步兵战车，总计300辆坦克、1200辆装甲车和800名士兵。按照俄军的打算，
他们准备利用河流风洞和地面结冰的特殊环境，直接往东部战线前进。首先夺取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略高地，包围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后勤中心，最终占领整个城市。霍皮扬斯克方向，俄军已准备步兵，随时发动出击。单看兵力与装备，俄军的阵仗确实大，但想要凭借一波冬季攻势，完成1年都没能成功的推进行动，依旧异想天开。美军情报早已揭示，俄罗斯坦克装备已陷入严重短缺。曾经主力的 T72B 坦克库存从1478辆锐减至292辆，被乌军炸得不到原来的20%。为此，俄军不得不重新启用 T54、55等冷战时期的老旧坦克。这种上古时代的宝贝儿，别说开火，在开到前线前没散架，就要谢天谢地。至于装甲车辆，大部分也到了半个身子入土的年纪，被乌克兰无人机一拳打下来，估计最后就只剩个车轱辘在原地打转。虽然俄乌双方未正式官宣停火协议，但扎布罗热核电站确实已进入停火流程。经过双方商店，扎布罗热西部将实现局部停火。作为欧洲最大核设施，扎布罗热核电站失去最后一条外部输电线的连接后，已经断电整整4个星期。核电站断电并不只是不能开灯那么简单，它还关乎做饭、供暖等等民生刚需。特别是冬季将至，温度直降到-10几度，再不抢修，扎布罗热核电站都可以改名扎布罗冷核电站了。这种情况下，俄乌双方各退一步，确定将局部地区设为战场停火区，修复通往扎布罗热核电站的剩余电力线。国际原子能机构见状，总算松了一口气，表示感谢2位老铁高抬贵手，设立停火区，既保障了修复工作安全，也保障了当地核安全。根据莫斯科最新消息，失去外部供电30天后，一条受损的75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经维修已恢复供电，核电站基本恢复正常运作，扎布罗热核电站也不必担心要改名了。不过，火力军认为扎布罗热核电站的麻烦还远没有结束。早在核电站受损之初，乌克兰就准备进行抢修，俄罗斯硬生生拖了1个月才勉强同意。原因在于俄罗斯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盘，这小子准备单独拉一条长达201公里的输电线，直接连接俄罗斯电网。然而想法很美好，具体操作起来却发现完全不是拔个插头再插上那么简单，背后的原理牵扯到大量让人头皮发麻的技术参数。因此，俄罗斯只好放弃这个打算，老老实实接受停火修复的建议。但近4年的俄乌战争早已证明，以莫斯科的尿性，不可能就这么轻易放弃，日后指不定还会整出一些幺蛾子。相比而言，乌克兰说到做到，例如绝不抛弃顿巴斯。普京一通电话向给特朗普喂了迷药，特朗普不但开始拒绝向乌援助战俘，还提议乌克兰割让顿巴斯，换取俄军停火。面对特朗普的施压，泽连斯基选择了真男人的回应方式，硬刚。据《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白宫会谈发生激烈争执，特朗普警告泽连斯基，普京会毁了你。泽连斯基不卑不亢，坚决不肯抛弃顿巴斯。实际上，乌克兰并不反对停火，甚至同意以当前战线为外交谈判起点，但绝不是以割地为条件。泽连斯基很清楚，面对普京的侵略野心，妥协只会换来更过分的贪婪，谁也不能保证抛弃顿巴斯换取的和平到底能保持多久，这一点特朗普没有看清楚。另一方面，欧洲也不同意特朗普的妥协政策，多名欧洲领导人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力挺乌克兰坚持战斗。他们认为，想要尽快结束战争，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打，一直打到俄罗斯服软为止。正如泽连斯基说的那样，想要俄罗斯在谈判桌上保持平等和谈姿态，只能用鞭子抽他。拒绝提交顿巴斯，也就意味着俄军明面上的侵略不会马上停止。为了抵抗俄军，乌克兰国会决定再次增加年度国防预算。俄乌战争即将迈入第4个年头，乌克兰再次对国防开支加码。乌克兰国会表决通过追加年度预算，将为军费规模注入约78.1亿美元资金。这也意味着乌克兰今年国防总支出直接突破约710亿美元。这笔新注入资金一部分来自基奇集团提供的专项贷款，这笔贷款出自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乌克兰今年已从该贷款中获得280亿美元。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用俄罗斯的钱打俄罗斯很合理。
力。至于其用处，乌克兰国防部表示，这笔资金侧重于强化军队装备质量和武器生产，力求提升每一个乌克兰士兵的生存概率。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乌克兰今年第一次提升国防开支预算。7月份，乌军就追加了98.8亿美元军费，3个月内2次提升军费。这背后既是欧洲盟国的支持带来的底气，也体现乌克兰战胜俄军的信心。乌克兰军费再拔高，俄罗斯军费却不断进入克里姆林宫相关人士腰包。例如，俄罗斯电视节目主持人兼首席宣传官索罗维约夫，这小子成了莫斯科的大红人。原因很简单，他以帮助前线部队为借口，私下筹集上百万美元军费，说要为俄军打造作战越野车。然而产出的越野车果然很野，这些车辆用铁板与铁框焊接，用看似露营椅担任座位，而且只有前后2个，它没有方向盘，而是像自行车的车把。它的动力似乎直接能用小型快艇的引擎来用，甚至没有仪表盘。揭露索罗维约夫骗局的主战派布洛克波兹尼亚科夫直接点出，这些越野车先别说作战性能优劣，能不能动都是个大问题。很显然，这些车辆对驾驶员的危险性比对敌人更大。据波兹尼亚科夫透露，索罗维约夫私募到的钱大部分都流进自己的口袋，只拿出一小部分造车，而类似他这种利用国防筹款填饱自己肚子的人，在克里姆林宫比比皆是。与此同时，世界另一边，美军开启了对委内瑞拉的行动。据 TWZ 网站透露，美军 B-1B 轰炸机已经抵达委内瑞拉海岸及其加勒比海的离岛附近。在线飞行数据证实了这条消息的真实性。数据显示，至少有2架 B-1B 轰炸机从德克萨斯州戴斯空军基地起飞，大约90分钟后 KC-135 加油机也被追踪到离开佛罗里达州麦克迪尔空军基地。他们的飞行轨迹被追踪到距离委内瑞拉海岸约80公里的地方，甚至无比靠近洛斯泰斯蒂格斯群岛。美军这一操作自然是为回应委内瑞拉那条威胁视频。委内瑞拉国防部官方社交账号发布一段军事演练视频，2架俄制苏30 Mk2 战机挂载2枚 KH-31 超音速导弹，这枚导弹携带150公斤高爆战斗部，从发射到打击停泊在委内瑞拉附近美军舰队的时间仅需12秒，留给美军的反应时间短之又短。就连美军也承认，委内瑞拉已对美军造成实质性威胁。随着美委陆续亮出肌肉，这也意味着这片区域的火药味变得越来越浓。至于是否会升级为火力冲突，我们不妨继续观察。好了，一周资讯回顾就到这里。不知道各位看完视频如何看待俄乌共建停火区，又怎样认为俄罗斯逃兵泛滥的现象？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1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